我杰克，我大老远瞧见这牌子，还以为是哪个不要脸的同行来抢地盘，走近一看，居然是你。你没事吧？天天在朋友圈发文说封心所爱，男人最好的医美是搞钱，结果今天跑来步行街免费给情侣拍婚纱照。你一个5年连姑娘手都没牵过的资深恐恋晚期患者，跑来这儿天天看别人秀恩爱，你是嫌自己命太长，还是嫌这大马路上的风不够冷啊？我说你差不多得了，赶紧把这破牌子收起来，跟我去后面抓娃娃机店，看黑丝妹子洗洗眼，别在这自虐了。老李，你懂个屁！少用你那种低级的动物本能来揣摩一个自媒体艺术家的商业布局。我现在是封心所爱了，但这不妨碍我利用这帮大冤种的恋爱脑来给我冲流水啊！你想想，现在的年轻人多虚荣，拍个照发小红书，恨不得卷死所有人。我这免费赠送高清原片，只要他们授权我发抖音，我这粉丝量不就蹭蹭涨？谈恋爱有什么好的？现在这大环境，今天彩礼，明天买房，付出100%的真诚，最后指不定再给谁养老婆呢。我当个没有感情的摄影机器多好，看他们搂搂抱抱，我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还能收割一波流量。搞钱才是成年人唯一的解药，懂吗？那个，老板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我刚才在路口看到你这个招牌，上面说是免费给拍婚纱照，是真的不收钱，也不需要办卡买套餐，对吧？我们两个不是故意来占便宜的，就是今天正好赶上我媳妇儿生日，我们寻思着能不能在这儿照一张，要是额外要收洗照片的工本费或者定金啥的，你提前跟我们说一声，我们兜里钱带的不多，别耽误了你做生意。老板，你别听他瞎紧张，他就是没见过大世面，看你拿着这么大一个相机，有点害怕。我们俩是刚从隔壁电子厂下早班出来的，你看我这工装都没来得及换，头发也有点乱，身上可能还有股车间里的机油味儿。如果你觉得我们这身衣服拍出来不好看，影响你招牌的话，那我们就站在旁边看看就行，不给你添麻烦。我听说现在大城市里拍一张这样的照片要好几百，我们真不是诚心逗你玩的，打扰了啊。没事，写了免费就是免费。我这人虽然爱钱，但说出去的话不打折扣。衣服无所谓，自媒体要的就是真实感。天天看那些西装婚纱的观众，早看吐了。你们这种反而有生活质感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我这就一个露天摊子，没有化妆师，也没有更衣室，道具就只有这一块我拼多多9.9块包邮买的白头纱。你们要是觉得行，就把头纱戴上，往中间靠靠，我调一下相机的曝光。行，太行了，这头纱好看，小美，戴上这个，你就像电视里走出来的新娘子一样。老板，你别看我们现在穿得破破烂烂的，其实我和小美在一起已经整整10年了。我们18岁从老家农村出来闯荡，那时候在南方进鞋厂，赶上工厂倒闭，身上最后就剩50块钱，在火车站躺了2天2夜。后来租了一个连窗户都没有的5平米地下室，夏天热得像蒸笼，蚊子咬得满腿是包，连一碗3块钱的方便面都要分着吃。但那时候，小美从来没跟我抱怨过一句。我那时候就发誓，这辈子要是对不起小美，我阿强就不是个男人。你在老板面前扯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干啥？人家老板是来拍艺术照的，不是来听你讲过往故事的。老板，你别笑话他，阿强这人脑子一根筋，但他对我真的没话说。那年冬天我生病发高烧，外面下大雪，他为了省下20块钱的车费去买药，硬是背着我顶着风雪走了足足5公里到医院。他脚后跟都磨出血了，进了急诊室，一屁股瘫在地上，一边喘气一边把药塞我手里，哭得像个小孩子，说以为我要死了。这10年里，我们搬了15次家，住过阁楼，住过工棚。虽然到现在我们连个像样的房子都买不起，但我阿强哥在哪儿，哪就是我的家。10年搬了15次家，你们俩就靠在电子厂打工这点工资，在外面嫖了10年，到现在连个正式的婚礼和结婚证照都没办。现在在网上天天说没有50万彩礼，没有全款车房，结婚就是跳火坑，
谈恋爱就是互相折磨。你们在地下室里连空调都吹不上的时候，就从来没有1秒钟后悔过，没有想过各奔东西去找个更有钱的过日子。后悔？为什么要后悔啊，老板？有钱当然好，但钱是赚不完的呀。要是为了钱把天天陪着你、懂你冷热的人弄丢了，那赚再多的钱，晚上回家一个人躺在大房子里不冷清吗？网上那些大道理我看不懂，我只知道阿强下班看到路边有卖2块钱一包的烤栗子，自己舍不得吃，一路揣在怀里，用体温热着，跑3公里送回工棚给我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比电视上那些戴钻戒的阔太太都要幸福。我们在大街上流过浪，也在大街上抱头痛哭过，但只要手拉在一起，我们就觉得这日子总能过下去。真诚对一个人好，是不需要看存折上有几个零的。对，老板，小美说的对。我这人不大会说话，但我心里明白，今年我们终于存够了回老家盖房子的首付。等过完年，我就带小美回家，风风光光的办一场酒席。今天看到你这招牌，我就想，哪怕今天穿的是工装，我也想在大街上，在老天爷和这么多路人的见证下，给小美拍一张带着新娘头纱的照片。这样以后我们老了，翻开照片就能跟孙子说，看，你爷爷奶奶当年虽然穷，但在这条大街上，我们的心是绑得死死的，谁也拆不散。好，好，你们别动，保持这个姿势。阿强把手搂在小美的肩膀上，对头稍微低一点，看着她的眼睛。小美，笑一下，看镜头。3、2、1，拍好了，拍的真的很好。这张照片我不发网上，我不图什么流量了。等会儿我加你们微信，我找最好的打印店冲洗出来，顺丰包邮给你们寄过去。谢谢你们，今天真的谢谢你们。那对小情侣走远了，你在这对着相机屏幕傻笑了半个钟头，烟屁股烫手了都不知道。平时看你嘴碎得像个机关枪，今天怎么哑巴了？不过说实话，我刚才在旁边买奶茶，顺便听了一耳朵。现在的世道，居然还真有这种不图车房，死心塌地跟着一个穷小子的姑娘，搞得我这个万年海王心里都有些不是滋味了。你呢？你这个天天高喊封心所爱的纯情少男，今天是不是被当街暴击了？老李，我不是被暴击了，我是被自己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。这5年里，我天天躺在床上刷那些恋爱避坑指南、高价值男女两性博弈，看那些情感导师教大家怎么算计，怎么留一手，怎么在感情里当个高高在上的操盘手。我以为我学聪明了，我以为我看透了人性的贪婪和自私，所以我把自己锁在冷冰冰的壳里，用搞钱当借口去拒绝每一个试图靠近我的真诚的人。可今天，就在这人来人往、最物质也最浮躁的大街上，2个连500块婚纱照都拍不起的普通打工人，却用10年的时间把我坚守了5年的所谓清醒砸得粉碎。他们没有大道理，只有怀里的热栗子和风雪里走了5公里的脚印。难得啊，能从你嘴里听到这么走心的话。那你想通了？以后还免费摆摊当你的摄影机器不？不摆了，这相机应该去记录更多有温度的东西，而不是成为我用来防御这个世界的武器。其实，这5年里，小雅一直有在节日给我发祝福，我每次都公式化的回一句谢谢，甚至故意冷落她，就害怕自己陷进去，害怕最后受伤。我现在发现，我错过的不是恋爱，我错过的是整整5年可以真诚生活、可以热烈去爱的勇气。老李，把你的车借我用一下，我想去他公司楼下等他下班，不等什么以后了，也不算什么彩礼车房了。今天在大街上，我想重新做一个敢去付出一颗真诚之心的普通人。